娘！甘草看着那蜘蛛叫了起来：“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多蜘蛛？一只蜘蛛怕什么呀？这蜘蛛有毒！别瞎说，睡觉梁上还不爬几只蜘蛛啊？你把肥堆好，去看鸡都进圈没有？”杜氏说着就走。甘草看着那蜘蛛，蹲下仔细看了看，确定那蜘蛛有毒，然后回头看看他娘离开的方向。秋水寨的人都这么彪悍的，谁家房梁上都爬几只毒蜘蛛？想到这里，甘草去一边的干柴上抠松香。你干什么去？我甘家的儿子去林家像什么话？我去把他给找回来。你这是要闹打亲家去？分家了就各过各的，你就是当爹的也不用管。可是甘泉生气，林氏也就看中了那点银子，银子没了，他们就消停了。要是那些银子没了，他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都分家了，还管他们怎么过日子？甘草想，幸好不是说他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了，引得别人纷纷看了过去。这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地基这么湿。这2天闷得厉害，的确像是要下雨了。你们明天先去把半山那块苞米给收了。我今天去看了，要过2天才行。要是下雨怕发芽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甘草摩挲着林寒给他的玉牌，想着玉牌能卖多少钱。你睡不着？没有啊。要不是我回来，咱家也不会分家。三姐，你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。你看二哥那样子，估计是想分家想了很久了。他不知道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，咱家日子就没法过了。他还是想多拿钱，根本没有想咱们家会怎么样。是一家人就要先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他们2个天天想着自己亏了，好像不管做什么都是为别人做的一样。那就分家让他们自己过。甘草说着有些生气了。甘云不说话了。哎，三姐，你认不认识常年卧病在床的人？咱们村春来他爹躺床上10几年了。我说的是年轻人。甘草想自己陈述的不够清楚。年轻人。甘云奇怪，你想做什么？甘草想救命之恩让对方以身相许，就他现在的情况，一定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才行。我就是问问。要说年轻人，泽庄有个叫段小光的，自小体弱多病，天天走路腰都站不直，家里花了大价钱给他找了个媳妇，他还打媳妇呢。没有成亲的。你这到底是要找什么？我不找了，睡觉。一大早，大嫂就起床准备一家人的吃食。甘草起床的时候，水已经烧开了。给你倒了热水，你快去洗脸。我们上午要去收苞米，你在家里把午饭做了给送去。一家人正在吃早饭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嚎啕大哭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春来家儿子死了，全身青紫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好好的怎么突然没了？杜氏想，春来也是可怜，有那样一个爹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儿子，就这样没了。甘草起身就往外走。你去哪儿？我就去看看。哪都不许去。你忘了李来喜受伤的时候，那些人是怎么说的？我得去看看他是怎么死的，万一村子里还有人因为这个原因死了怎么办？那也和你没关系。奶奶。甘草看向柳氏。我和草儿去看看。杜氏还想阻拦，但是知道阻拦也没用。谢谢奶奶。李春来家也住在秋水寨边上，这会儿他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。怎么死的？不知道啊，昨天还和狗剩他们在捉泥鳅呢。这浑身青紫的，不会是被吸干了精气了吧？哟，
咱们村是不是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众人探头议论纷纷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他怎么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不过柳氏在秋水寨是个能人，他要到前面，没人拦着他。春来媳妇，节哀。赵氏听到柳氏这样说，哭的声音更大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！甘草的目光却落在尸体上。我真是中毒了。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快出去！快出去！我就想看看吉娃是怎么死的。怎么死的？还不是你招的晦气给害死的！那天要不是甘草保他儿媳母子平安，又保住了他儿子的命，李章肯定要把甘家给赶出秋水寨。吕正，吉娃死的蹊跷，我们要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村里别人再出事了怎么办？小孩子夭折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李章不想搭理甘草，一个黄毛丫头，动辄就敢和他叫板。你说是我孙女招来的晦气，又说小孩夭折很正常，这话里里外外都让你说了。我孙女也是为了咱们秋水寨好，不然在家里不出来，省得听你这埋汰话。李章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是他和柳氏比是后辈，也不好说什么。那看出点什么了？出来，嫂子，我看一下。甘草掀开草垫，开始检查。翻过吉娃身体的时候，赫然看到他后颈上有2个并排的伤口。不会是被蛇咬的吧？是蜘蛛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我们秋水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啊？人群里难以置信。对啊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蜘蛛啊！我听说黑龙山深处倒是有这么大的蜘蛛。众人议论，也相信了甘草说的。李章觉得丢了面子，抬手就要去摸那蜘蛛。别摸，有毒。都死了，能有什么毒啊？那村里不会还有这样的蜘蛛吧？应该还有，不要靠近，就不会咬人。吉娃很有可能是睡觉翻身的时候压到了蜘蛛，就被咬了。众人点头。大家回去拿松枝熏一下屋子，床头放一些松蜡，蜘蛛就不会靠近。哎呀，都是苦命人。柳氏带着甘草离开，外面的人也纷纷离开。他们出门的时候，李四娃一个趔趄，差点撞到甘草身上。走路不长眼啊！不会走路就不要用腿了。李四娃一脸讨好的笑，他那是故意接近甘草的，娶不到家里能蹭一下也是好的。甘草这会儿头脑无比的清明，不是李四娃，那会是谁？那天在月亮堤的还有一个人。刘氏拉着甘草离开。草儿，你愿意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好。你现在名声不好，别人看不起你。要是你能力强，自然有那些好的人家娶你。只是这路不好走，你要顶住很多压力。刘氏有些心疼。也就这样的地方，把女子压得死死的。若是权贵人家，女子也没有这诸多限制。前朝有位皇后还是寡妇在家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奶奶知道富贵人家的生活，戏文里听的。甘草看他奶奶不想说，自己也就不问了。哎哎！沈铎看到甘草，老远就开始叫。甘草扭头看了一眼，奶奶，那个就是买了我蛇的公子。柳氏打量了一下，沈铎已经跑过来了。漂亮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沈铎几分玩笑地说：“老人家好。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”我姓沈，叫沈铎。还不知道漂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甘草。甘草直接说：“姓什么？”沈铎想这丫头不实在。我姓甘，叫草。哦。沈铎不好意思了。你们来我们村干嘛？
之前买了你的蛇，我就想肯定是这一带有蛇，就来找找这里的李正，看看能不能再收一些。哦，甘草想这货也不傻，要蜘蛛表，毒蜘蛛。毒蜘蛛？沈铎的眼睛亮了。要啊！甘草狐疑地看着沈铎，这家伙果真是找毒物的。那村子里突然出现这些有毒的东西，会不会和他有关？你是不是派人进黑龙山抓毒蛇了？甘草好聪慧啊！先前我派了几十个捕蛇人到黑龙山抓蛇，结果遇到了瘴气，捕蛇人死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跑了。我还以为这次要无功而返了。那你说毒蜘蛛多少钱一只？别人1两一只，你嘛2两一只，怎么样？沈铎表示，谁让你长得漂亮呢？好，奶奶，我们去找李正。哎，你不会想赚差价吧？沈铎叫了起来。这丫头看着不怎么说话，怎么感觉是一个鬼机灵啊？为什么不赚？沈铎听到他这样说，反倒笑得更开心了。公子，你这就是标准的冤大头。卢超有些同情地看着自家公子。你懂什么？有什么比美人一笑值钱？甘草一到李正家，就看到李正的手肿得像一颗馒头，还泛着青紫色。李章看到甘草也很尴尬。你来做什么呀？李伯可想好了，你这毒还在蔓延，就算人没事，手可能保不住了。甘草想，愚昧还嘴硬，活该受罪。你有办法？我试一下，拿一根棉绳，还有绣花针来。苗氏慌忙去拿，很快就拿了出来。手臂露出来。甘草连续按了手臂上的几个大穴，然后用棉绳把他手臂勒住。拿个碗。苗氏慌忙拿了一只碗出来。甘草刺破李章的手背，流出来的都是黑色的血。这一幕刚好被进来的沈铎看到了，眼睛都看直了。这丫头竟然这么厉害！拿纸笔来，麻烦写一下药方。甘草看向沈铎，沈铎连忙坐下帮着甘草写药方。他也学过一点医术，这用的都是普通的药材，不过配方是真精妙。让人去镇上抓3副回来。苗氏不敢耽误，慌忙请人去镇上抓药。等放了血，李章的手看起来好多了。这位公子有什么事儿啊？听说你们村有毒蜘蛛，我愿意1两银子一只购买。我出1两1钱。甘草当着沈铎的面截胡。沈铎看向甘草，甘草那叫一个得意。哎，好，我这就让村民给公子找。李章一脸激动，没想到这毒蜘蛛这么值钱。那就有劳李正通知村民。李伯，我出1两1钱。你们甘家有钱吗？沈铎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。甘草扭头看向沈铎，气呼呼地离开。他一进家门，就看到他奶奶坐在屋檐下面，好像是在等他。奶奶，李正没答应帮你收毒蜘蛛吗？他之前抓毒蜘蛛手中毒了，我还帮他解毒了呢。受人以恩，不能图报。我没想到他会报答，就是沈铎出1两，我出1两1钱，他还是选择跟沈铎合作。女子就是会被这样对待，你可怕了。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这样赚钱的机会不多。那就去争。奶奶要去干嘛？你直接去村里人手里收。你说李章手中毒了，抓那毒蜘蛛应该十分危险。你知道怎么抓吗？知道。你直接去村民手里收，告诉他们怎么抓。柳氏说着，拎着铜盆就出去。甘草跟着就出去。大家伙儿，我甘家收毒蜘蛛，1两1钱一只，愿意抓了卖给我们甘家的，我孙女会告诉他怎么抓。1两1钱一只，
那毒蜘蛛竟然那么值钱。众人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这个时候，李章也过来了。哎，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甘家收蜘蛛，1两1钱1只。他们甘家有钱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人又跑不了，我出得了这么高价，自然是做得了这件事儿的。对啊。一边的人点头。我这里啊，有个贵公子收毒蜘蛛，虽然是1两银子1只吧，但是拿了蜘蛛就直接给现银。你那手在春来家里摸了毒蜘蛛，这会怎么样了？刘氏知道这些人都惧怕李正，毕竟村里大部分事情都要李正出面。已无大碍了。李正缩了一下，把手藏在袖子里。看来我孙女的医术就是厉害，不然你这只手可要废了。刘氏想，李章既然不知好歹，自己就得让他记起拼命柳三娘的名号。李章无法反驳。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那毒蜘蛛非常毒，不光咬了会有事，就是碰到它的绒毛也会中毒。甘草开始科普。众人想，李正就春来家摸的那只蜘蛛是死的，竟然就中毒了，那也太毒了。那蜘蛛咬人怎么办啊？这人一说，众人也纷纷担心起来。一旦被咬，性命之忧。嗨，她一个女娃，她知道啥呀？就一只蜘蛛，只要我们不碰不就行了吗？众人想想，也是。走，都和我抓蜘蛛去。李伯，你不能乱动，要在家里等着尽快吃药，不然手臂会出问题。我现在好得很呐。李章转身就走，剩下的人相互看了看，也跟着李正走了。甘草吐了一口气，看向他奶奶。没事儿，你要知道，事与愿违才是常态。甘草差点就想问他奶奶的出身，最后还是忍住了。沈铎在一边看得兴致勃勃，这个丫头不简单，这要是在京城，肯定是一个天天惹事的主。公子很看重这个甘草姑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村子里好像只有她了解毒蜘蛛，她是怎么了解的？公子，差事为重。卢超想，自家公子不会是看上人家美色了吧？我是那种轻重不分的人吗？是。卢超很认真地回答。甘草和他奶奶只好先回家，却被沈铎拦住了。你又想干嘛？那蛇更贵，你就不想再抓一条？甘草想，横财这种东西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你知道怎么取蛇毒吗？杀蛇取毒，轻而易举。你还真错了，蛇是可以活体取毒的，而且可以反复取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只要蛇毒低温保存，取出来之后保存不好就是浪费，所以没有保存条件，最好取出来就用。多少钱啊？什么多少钱？甘草不解地看着沈铎。你教我活体取蛇毒多少钱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，也就是说，教你怎么捕鱼，比直接给你鱼更贵。说个数。200两。成交。我这就让人把那条黑眉锦腹蛇取来，你教我怎么取毒。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这次取出来的毒我要留着，让你的人给我带一个小瓷瓶，还有一些箫。没问题。沈铎听甘草说，这蛇毒取出来不低温保存也放不了多长时间。商议好这个，甘草带着沈铎去他们家。草儿，你可回来了，你看你看。曹氏指着院子一边被蜘蛛丝裹着的3只鸡。那么大的蜘蛛，鸡圈里还有。大嫂，拿一根长棍，先打草再过去。知道了。哦，你这是要打草惊蛇。沈铎卖弄自己的才学。要不是你，这周围也不会有这种毒物。今天我们村有个孩子就被毒蜘蛛给咬死了，算起来也是因为你们。沈铎瞬间有些理亏，他也没想到黑龙山里那些东西会跑到外面来。
你得给我们买一些药草，我做成驱虫粉，不然马上秋收了，我们到地里干活遇到毒物怎么办？好。沈铎一口答应。吃过午饭，甘草开始教沈铎如何活取蛇毒。原理我也给你说了，但是这蛇毒要低温保存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甘草笑眯眯地看着沈铎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那就把银子结一下，一共220两。方法我是知道了，但是敢这样做的人不好找。哎，不如你和我回去怎么样？甘草愣了一下，这样岂不是说他就可以离开这里了？我1个月给你10两银子。不行，坐在屋檐下的柳氏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我们还不知道你家在哪里，要把我孙女带走多长时间？再说你这一走，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对我孙女？老人家放心，我就是让甘草姑娘去做工的。去什么地方？沈铎想，他大哥让他此番行事低调，他不好和别人说自己的家事。连什么地方的人都不敢说，肯定是骗我孙女的。沈铎想，自己看着像骗子吗？先结钱。甘草想，自己也要好好想想。沈铎让人把钱拿过来，现银220两。既然该交给沈公子的已经交给沈公子了，沈公子就请回吧。那个，哎，甘草姑娘不是要药草吗？你写一下，我买好了给你送过来。哦，甘草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做完了这些，沈铎就带人去李正家里了。我们有钱啦！你想跟着他走？柳氏看着甘草，也没有，就是想出去看看，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的。草儿，我们家现在有钱了，你若是想出去，回头我和你爹去看四哥的时候带上你，咱们不用去别人家。甘草想的是离开甘家，毕竟自己的身孕瞒不了时间太长。那沈铎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，带一个女子回去，你让他们家人怎么看你？这种事情不是你们说清清白白，别人就相信了。你是个有本事的，若是你能靠着自己的本事走到他们面前，谁都不敢低看你一眼。我知道。甘草点头。那种大户人家见不得光的地方多了，家里死了人就死了人，高官都没人搭理。柳氏看甘草对这方面好像没什么认知。奶奶，我怎么觉得你知道富贵人家的生活？而且你写的字那么好看，肯定是从小就学的。能让女子从小就读书，肯定不是一般人家吧？柳氏意外地看着甘草，没想到他早就看出来了。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他说着，眼底有些没落。那这些钱，奶奶有什么打算？给你20两，加上之前的就是30两。等过了秋收，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下，剩下的就给你四哥读书。你可愿意？自然愿意。你就不觉得这些钱都是你赚的，只给你这么点儿少了？奶奶已经单独给我1份了，再说剩下的是用到家里的，我也是家里的人，那也就是用到我身上了。其实这是委屈你了，只有咱们家过得好了，就没人敢低看你，谁都会跟着水涨船高。对。草在家吗？嫂子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听说这毒蜘蛛能卖钱，这死的你收不收啊？死的会便宜些。甘草不好意思地说。多少钱？我给你500钱。甘草试探着说。好。嫂子等一下。甘草去准备钱。对了，嫂子，李伯的腿怎么样？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你春来哥想着能换点钱的话，就找大夫给看看。说到这件事，赵氏又苦愁起来。
要不我给看看嘛，说不定没那么严重。你？赵氏意外。我会一点医术。行，那你什么时候去看？就现在吧。甘草这会儿也没事，赵氏领着甘草去他家。李旺很瘦，皮包骨头那种，这样的人在村子里就是活一天算一天。甘草给他把脉，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虚弱。我爹怎么样了？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给李伯吃2个鸡蛋。啊！李春来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不吃，吃那多费钱呐。那是药，连续吃1个月我再来看。我长了这么大，我还没听说过鸡蛋是药呢。川来哥算一下，吃鸡蛋便宜还是吃药便宜？再说鸡蛋最差能差到哪？而且是先吃1个月，1个月后要是没好转，我就给换药。李春来觉得不靠谱，但是甘草说的这么认真，再说鸡蛋的确比药便宜太多，就点头答应了。他从李春来家出去，看到不少人围在水井那里，估计是在卖蜘蛛。他也没过去看，直接回家了。奶奶，我们买一只牛吧。行。甘荣差点被水呛到，震惊地看向奶奶。他以为家里因为分家1个大子儿都不剩了，奶奶竟然这么轻松地答应买牛。今天草儿卖毒蜘蛛赚了20两。什么时候我家草儿这么能干了呀？那我们能买牛了吧？哎，我去打听打听，要是有半大的牛犊，买这便宜的还好养呢。行，回头你和你爹商量商量。柳氏应了。我们家能买牛，都要感谢草儿啊。是给我们家买的。可不是嘛，自从草儿想办法把云儿接回来，咱家的日子还没这么好过。哎，三妹你放心，回头哥给你找一个好的。大哥。甘云有些尴尬。三妹愿意嫁，咱们给她找个好的。三妹要是不愿意嫁，咱们养她一辈子。一家人正说得开心，外面有人敲门。哎，谁啊？草儿在不在啊？苗氏惊慌地叫着。怎么了？甘草也走了出来。哎呦，草儿，快去看看你大伯吧，他胳膊不会动了。苗氏拉着甘草就走。甘草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苗氏拉着走了。你快跟着去看看。柳氏叮嘱甘荣。哦，哎，你快看看，快看看。我今天让大伯抓的药没吃。甘草闻着李家没有药味，忙都顾不上。再说，你大伯说他没事儿。要是真没事，我就不让你们去抓药了。甘草说着，给李章把脉，然后拉着他的胳膊活动。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都没有啊。感觉不到胳膊的存在。甘草想，完了，就是没劲儿啊。大伯，是你找我来给你看的，你得好好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你不是大夫吗？你一看不就知道了？我是大夫，大夫也要讲究望闻问切。你这胳膊现在是酸是木还是麻，你总要说清楚，不然我怎么知道？是啊，你快说。苗氏在一边着急。酸。李章没好气地说。甘草想了想，按着他一个穴位。哎，你是想废了我的胳膊呀你啊！李伯，我小妹给你看病呢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要是不想让我小妹给你看，那我们就走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大伯病得难受，语气不好。李伯，我要给你诊治会比较疼，之前的药也不能吃了，得赶紧换新药。刚抓的药为什么不能吃啊？李章心疼钱。因为蜘蛛的毒在你体内情况不一样了，你这条胳膊现在就算能保住，以后也做不了重活。什么？苗氏脸色惨白。你个庸医，我不让你看，让孙大夫来。走，我们走。给人看病还看出仇来了。苗氏想，甘草可能真的不行，
不然也不会说的这么严重，就没有再阻拦。回家和奶奶说了这件事，奶奶倒是平静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李章是李正，不能在别人面前丢了面子。以后他家的事儿，你还是少掺和。好。甘草点头。你要这个做什么？药和毒是一个东西，只是看怎么用。甘云不懂这个，他觉得药就是药，毒就是毒，怎么可能是一个东西？天不亮的时候，苗氏又来敲甘家门了。甘家一家人都被敲了起来。草儿，你快去看看你大伯伯，他快不行了。甘草到李家的时候，李章从喉咙里发出很吃力的声音：“把家里的油灯都点上，让屋子里亮一点。”李小翠原本是不愿意过来的，但是被他娘吆喝，她只好过来帮忙。甘草检查了一下，不对呀，怎么了？苗氏不解，李伯吃了什么药？快把药渣拿过来。苗氏现在慌了神，慌忙地把药渣拿了过来。甘草一看药渣，脸色大变。这药有什么问题？苗氏看甘草一脸凝重，先救人。甘草说着转身去压血。等到李章的情况稳定了，甘草立马去准备药草。苗氏紧张地站在甘草一边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甘荣也一直在外面等着，他不放心小妹一个人来李家。等药煎好，苗氏端着碗给喂了，李章又昏睡了过去。草儿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我给你写几种药材，你让人抓回来，我给配一下，能省点钱。婶子，谢谢你啊，以前都是你大伯不好。等甘草忙完这些，已经过了早饭时间，他和他大哥一起回家。李家可是咱们村的地主，用你给他们省钱吗？倒也不是省钱，就是他们家那些药草用不上，就浪费了。桃儿，你还收蜘蛛吗？朱大长远远地看到甘草，就叫了起来：“不收了，遇见那东西小心点。”嘿嘿嘿，你搭理他干嘛呀？甘荣有些不开心。好，我以后不搭理他。家里给他们2个人留了饭。你爹去地里了，你吃了饭赶紧去，眼看要下雨了。哎，好。下午果真下雨了。把那嫩的挑出来，晚上煮了吃。都不太嫩了，煮了也不甜。过了时候了，这同时种的一片庄稼都长不齐，更不要说不同时候生的孩子。这老二还没回来呢，是怎么想的呀？要不我们去旧义庄打听一下吧？打听别人家的事干嘛？杜氏没好气地说：“老四该交束修了吧？等到秋忙完了，我带着草儿跟你一起去。去长环来去好几天，路上要花不少钱。没事儿。”有事没有和他儿子商量的意思。曹氏看了甘荣一眼，甘荣长这么大都没去过长环，老太太竟然要带着草儿去，这雨下了2天还没晴的意思，让甘草觉得跟着沈多走应该是一个好选择。第3天的时候，沈多来了。快快让我进去，这雨下个没完了。寒舍笔漏，沈公才是不要进了。我又不是没进过你家。那个时候没有下雨，沈公子不知道我家外面大夏，里面小夏，还要把牲畜赶到屋檐下，怕牲畜淋雨病死。甘草没有让开。沈多想想，那的确没地方下脚。你要的药材我给你送来了，你还要什么？多谢沈公子，不用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些可是我去长环买的，五华镇连药材都不全啊。下着雨，沈公子早些回去。甘草接了药材，转身就关了门。沈多叫了起来：“公子是真的喜欢上人家姑娘了。”我亲自给他送药材，他都不让我进门。可是下着雨，公子为什么要亲自给甘草姑娘送药？我做了这么好的事，当然要让人知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
沈公子来了。送药材来了，回头还得缝点袋子，把这些药草装里面，可以防虫蚁。反正下雨，我和你娘他们一天都缝不少。沈公子亲自来的。怎么不让他进来？他锦衣华服，被下人背着，即便是进了我们家，应该也没有落脚的地方。是觉得咱们家穷？奶奶，我觉得这不是穷富的问题。说沈公子今天是自己走到我们家门口，我自会盛情招待，但是他想来又不想脏了自己的脚，那就不要进我们家了。对，咱们就是光脚走路，也要靠自己走路。好，这雨一下就是4天，之前成熟度高的庄稼可能会出现发霉或者发芽。天一晴，各家各户就开始忙了。草儿，我带这个是不是可以去采山楂了？曹氏还惦记着做山楂糕。行，我和大嫂一起去。山上不积水，晴了一天，路就可以走了。哎，蒂尔，甘草看地上一团一团深绿色的蒂尔，一下雨这东西就多，踩到还会滑倒，你离它远点。这个很好吃的，会吃？曹氏狐疑地看着甘草。我捡一些，咱们回去炒了吃。不要走远了。曹氏叮嘱了一下。好。回家，自己先去把蒂尔清洗一下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听到丽儿在院子里哭了起来。草儿，草儿！曹氏在院子里紧张地叫了起来。怎么了？甘草这才从厨房里出来。你快看看丽儿这是怎么了？曹氏抱着甘炼到甘草身边。甘草看甘炼的嘴肿了起来，手上也是红疹子，刺挠的不停地挠，一看就是过敏。他碰什么了？丽儿，快告诉娘，你碰什么了？他把小姑姑放那里的东西吃了。甘灿指着被啃得活活口口的黄金。甘草一看头大了，快给他洗洗，多漱口。这不会有事吧？过敏了。甘草也没想到甘炼会把黄金给啃了。这几天开始收庄稼，连甘云都要去地里干活，甘草就在家里做饭。一大早，李春来拎了2条鱼来。甘叔，怎么拎了鱼来啊？给草儿送的，我爹竟然真的是好了一些了。甘草听到他的声音出来。好一些就好，鸡蛋不能停。好，我昨天下的笼子，给你们送2条过来。你家粮食收的怎么样了？我家就那2亩薄田，没什么好忙的。甘叔要是忙不过来，你就叫我哈。行，要是忙不过来了，就叫你。李春来捂着肚子就走。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甘草回到厨房给自己把脉，这个问题现在是拖不得了。等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，甘草蹑手蹑脚地去找他奶奶。奶奶看什么呢？黄历，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。收庄稼还要看黄历？我是想着去找找镇上的媒婆。找媒婆干嘛？你说找媒婆干嘛？还不是为了你和你3姐打算。奶奶不是说等我变强一点，到时候好找人家吗？等你变强一点是好找人家，那也得有人家呀。过了合适的年纪就不好找了。奶奶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四哥不是在城里吗？我医术这么好，去城里肯定能赚很多钱，而且和四哥有个照应。在外面做事不是你做得好就行了，尤其是个女子在外面。柳氏看着甘草，奶奶也为你想了，最好啊是找个家里是行医的，这样你也算是有个靠山。这镇上行医就是那个孙大夫，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骗子。他自然是个骗子，你放心，他家没有适龄的男子。我就不能不嫁吗？不嫁？你有钱吗？奶奶说给我30两。
甘草表示自己有钱。你若是不嫁，只2个选择，一个是一直在家里当甘家的老闺女，到时候别人对你指指点点，连带着对甘家指指点点。第4个是个读书人，要是能进一步，这就是他的污点。2啊是自属力女户，自属力女户每年要另外交税银，而且要有房产落户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4个是读书的。那我想自己选个。甘草觉得自己没得选了。那个苏木安不合适。我还没说呢。除了苏木安，你还正眼看过谁？那我从现在开始正眼看看。那个苏木安眼高于顶，咱们这样的人家他铁定是看不上的。我不喜欢他。甘草是真不喜欢苏木安的德行。那还有谁？要是我看上了，奶奶得答应才行。行。柳氏没把甘草这话当真。甘草也不好再说了，坐在院子里气闷地吃山楂。你不酸呀？还有什么比我家人更心酸呢？晚上蛙鸣声连绵不绝，甘草坐在院子里缠苞谷，不知不觉的就走神了。也许他奶奶说的对，他可以找一个和医生有关的人家嫁了。但是和医生有关的人家肯定容不下他吧。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甘菜小跑着去开门，结果外面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谁啊？甘荣叫了一声。没人。甘菜还左右看了看。怎么会没人呢？甘荣不相信，他们明明听到了敲门声。草儿，去看看。甘草站起来走了过去。真的没人。甘菜很倔强地看着他小姑姑。的确，甘草也没看到人，但是他低头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个东西。他弯腰捡了起来，随即狂喜起来。银针？怎么会有银针？是有人特意给我送银针的。可是放在这里却没有人，知道我想要银针的只有奶奶。不对，我还在一个人面前停过。凌寒。娘，我带灿儿去抓萤火虫了。就知道你这丫头不想干活。杜氏说着却不生气。甘草带着灿儿走远了一点，就站住了。灿儿，小姑姑对你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在这里等着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一会儿小姑姑回来，咱们再回家。小姑姑要去哪儿？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不要让家人知道。哦，小姑姑放心吧。甘灿点头，叮嘱了甘灿。甘草快速地去山楂树那里。凌寒。甘草看树下站着一个人，楚凌寒转身。他没想到甘草会找来，只是习惯性的来这里。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甘草确定是凌寒，就慢慢的走了过来。楚凌寒站在那里没动。哦。甘草忘了凌寒不会说话，走到他面前，把手伸出来。楚凌寒看甘草伸手，有点想笑，还是在他手上写道：有事。给我买银针。甘草想自己只是随意提了一句，凌寒竟然帮他买回来了。不全是。那你还会在秋水寨吗？你能解我的毒？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应该能解。甘草不是完全确定。你可以帮我解毒吗？你不要动。甘草说了一下，然后摩挲着摸凌寒的手。你的疮开始变硬了，疼不疼？楚凌寒以为甘草要做什么，原来是关心他身上的疮。不疼。怎么可能不疼？甘草想，凌寒就是嘴硬。我给你解毒可以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说。娶我。楚凌寒直接愣住了。我不是让你争取，就是走个形式。
这样我可以在你身边帮你解毒。你也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，等你毒解了之后就离开，我也不会纠缠你。好。甘草意外，你就不问为什么？你可不要反悔。你放心，我帮你解毒，其他的都是我的事。楚凌寒突然觉得他有趣。那你找人去我家提亲，就说是林公子，我肯定答应你。我们尽快把这件事给办了。对了，我给你熬了貂油，再配几种药草，可以让你的肌肤不疼，好了之后不会留疤。我有的嫁妆，有钱买药草。楚凌寒听甘草解释自己的情况，想这丫头太实在了，也不怕被人卖了。你就不怕我利用你？有用很好。甘草感知到他写出来的字，笑了起来。那你有钱吗？你要是没钱了，明天在这里等我，我给你钱。有。花了多少你记着，回头我给你。甘草现在只想解决他有一个孩子这件事。要钱。甘草笑了起来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在家等你。他说完就跑，只要他跑得够快，凌寒的拒绝就追不上他。楚凌寒久久看着甘草的背影，他竟然有点相信命运了。甘灿竟然在那里抓了几只萤火虫。走，回家。草儿，再打个鸡蛋茶。好。甘草去烧水了。睡觉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开心啊？有吗？甘草反问。当然有。甘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可能是家里要买牛了。甘草随便扯了一个理由。甘云正要回答，突然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披了衣服就出门了。了许久，甘云才回来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啊，家里什么时候能有2个茅厕？等农忙完，让大哥再搭一个。你没事吧？三姐怎么了？我拉肚子，大嫂也拉了，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？甘云说着，肚子又咕咕咕地叫了起来。哎呦，不行，三姐忍一下。甘草说着，拉过他三姐的手问：“奇怪，我去看看你们拉出来的东西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三姐先躺下。”甘草如今有银针了，看诊也方便很多。甘草摸索了一下他的自身寸，给他扎了几针。哎，好多了，还是会拉肚子，不过不会太难受了。甘草并不能解决目前拉肚子的问题。好，甘云说着起床出门。哎，草儿，草儿！甘荣在外面叫了起来：“你快起来，跟你大嫂看看，她拉肚子拉得难受啊！”哦。甘草带着银针就出门了。他大嫂的情况和他三姐是一样的。甘草给行针之后，就去给他们煮药。你大嫂和三姐是怎么了？杜氏也被吵了起来。他们2个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？咱一家人都在一起吃饭，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杜氏说着，肚子也咕咕地叫。娘，你没事吧？也没什么事儿。外面曹氏和甘云又开始吐了。我给你看看。他娘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。草，这是什么病？应该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个时候，他大嫂从外面进来。大嫂，你现在病着，不要喝生水。没事，从现在开始，家里人都不要喝生水。我煮了水放在罐子里，只能喝罐子里的水。草是大夫，听草的。折腾了大半夜，曹氏和甘云完全虚脱。甘草煮了药给他们喝了，才好一点，能入睡了。一大早就有好几个来他们家敲门的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甘草不解。这会不会是瘟病啊？大家不要慌张，应该不是。回头大家喝水的时候，一定要煮开了才能喝。我给大家煮一些汤药，有症状的人都来喝一碗。众人看向甘草，都有些不相信。哎，好，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？我家的药草也不多，我写一些药草，
你们需要药草的人凑钱买回来就行。你那药有用吗？朱广武开始质疑。草儿的药没用，你找他来干嘛呀？就拉个肚子，其实也不用吃药。啊，地里还有好多活呢。有人附和。哎，走了，去忙了。很快，只剩下李春来留在这里。草儿，他们就是看你之前送他们的药包，这会儿又不想出钱。没事，我家还有点药。春来哥进来喝一碗，回家之后千万不要喝生水。对了，家里要是有大蒜的话，煮一些大蒜吃，把水也喝了。哎，好。李春来跟着甘草去甘家喝了一碗药。李春来一走，杜氏就开始在家里闹脾气。这些人白吃一次就上瘾了，自己有病1文钱都不想出，也不想想去镇上看病要花多少钱。杜氏生气。你去和他们吵啊！杜氏被老太太一句话噎得不说话了。奶奶，这没什么好吵的，他们也就是想占点小便宜，占不到能怎么样？就是闹心。回头再去镇上了，我们买2把水壶回来吧。行。柳氏点头。爹和大哥要去地里干活，我上午去村里转转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觉得可能是水出了问题。病的人太多是大事儿，你有能力就去做吧。草为他们想，不要回头又说我们家的不是。杜氏又开始念叨。娘放心，我会处理好。甘草很确定地说。前2次他是不知道怎么和这些人相处，都吃过亏了，肯定要长进，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你一个丫头，长到什么时候娘都不放心。杜氏小声嘟囔。收拾好家里的东西，甘草就出门了。拉个肚子就什么都不做了，我怎么娶了你这样一个懒婆娘？李宝拖着宋氏在打。周围路过不少人，看了一眼就去忙自己的事了。他已经病了。甘草过去阻止。我家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个没出嫁的丫头去勾搭自己的姐夫，不害臊！甘草想，这人实在是太没品，张口就人身攻击。你家的事是和我没关系，那我的事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敢这样说我，这件事就和我有关系。抬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吃我李家的，喝我李家的，还想做什么？那你就没想过是公鸡不行？再说了，谁家想让鸡下蛋不给鸡吃的？看他面黄肌瘦这样子，别说生孩子了，没给你家折腾死都是命大。你这样说我也不害臊。李宝指着甘草。我怎么不敢说你了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嫂子有个3长2短，咱们没完。宋氏听到甘草这样说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他娘家都没这样护着他。你狼嚎什么呀？赶紧和我回去，别在这里丢人。他生病了，他可是你媳妇儿，和你过一辈子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你好自为之。甘草转身就走。不好了，有人跳井了！谁跳井了？哟，这以后这井水可咋喝呀？可不是嘛，死了都要膈应人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还是有人把跳井的人捞上来。宋氏。甘草看到捞上来的人的时候，表情一变，这宋氏竟然转身就跳井了，真是晦气啊！一边的人抱怨。死了没？有人探着脖子。甘草过去检查，落水时间短，还有气息。他把宋氏测了一下，把呛进去的水给吐了出来。真是个害人精。一边的人嫌恶地看着甘草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宋氏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。我回家了。甘草觉得宋氏有事，不然不会这么平静。你个死婆娘，寻死觅活给谁看？有种你真的去死，还不快过来扶老子一把！甘草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闻到一股牛粪味，扭头看了过去，看到距离水井不远有个牛棚。前几天下雨，低洼的地方都是厚厚的牛粪。
他看着牛粪流的轨迹，虽然没到水井那里，但是都会在低洼的地方，这样渗下去肯定会污染井水。想到这里，他去村子另外一边看了看。他还没到家，就看到他奶奶出来找他。奶奶，甘草快步走了过去。你管李宝家闲事儿了？你嫂子生病了还在大街上被打，谁看得过去啊？你呀，柳氏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带着甘草往回走。那宋氏说是嫁给李宝的，不如说是卖给李宝的。为什么？甘草还真不知道这件事。宋家要的彩礼高，别人家的闺女彩礼要看男方能拿出什么。只要找媒婆说了，两家人愿意了，领的鸡鸭是彩礼，送的猪羊是彩礼，讲究的会置办一些布匹首饰。那宋家倒好，开口就要3两银子。那李宝家不答应不就行了？要么怎么说就苦了宋氏呢？哎呀，李宝他娘也是个精明的，看中了宋氏能干，他们家就李宝一个男丁，还是个懒的，不找一个勤快能干的婆娘，怕他儿子吃苦。那买一头牛还是来2银子呢？甘草没好气地说。宋氏刚到李宝家的时候啊，比牛都能干，就是一直没孩子。李宝他娘就给宋氏喝各种药，可能喝药把身子给喝垮了。甘草想，今天应该给宋氏好好检查一下身体。后来李宝娘没有了，李宝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却天天打骂宋氏。宋氏又没有娘家人帮衬，可不是成这样了。那他就不想想办法？女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能有什么办法？要嫁个鸡狗不如的呢？你这丫头，学那些东西学的脑子都不同了。奶奶不是说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子地位一点都不比男子低？你也说了，那是大户人家，里面的女子自小读书就学管家，重要的是有娘家支持。有事说着又有些感慨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们村也没有人家缫丝织布，为何我们这里有这么一大片的桑园？说到这个桑园，柳氏站着看了过去。说到这个，他沉默了一会儿。算了。怎么能算了呢？甘草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桑园。当年你爷爷过世得了一笔钱，我除了修了房子，就种下这片桑园，想着女子养蚕缫丝，若是能做起来，女子的腰杆也会硬一点。后来呢？甘草没想到他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自主创业的独立女性。像我们这样的农户，也只能把蚕茧卖给织坊，不然自己头一个织坊要很多钱的。一开始啊，我想着卖蚕茧攒钱，到时候可以开一个织坊。结果镇上的织坊搬走了，没人买我的蚕茧。唉，柳氏叹气。那我们明年还养蚕吧。这一带没有织坊，去城里来回不值当。柳氏想，甘草异想天开了。两个人一起回家，也没再提宋氏的事情。一直到家里，甘草才想起来今天他出门的主要目的，给他奶奶说应该是井水出了问题。说起来，之前那牛的确不在那里拴着，也就前段时间李章请了个神婆，给他帮看他儿媳妇怀的是男是女。那神婆说家里的牛和他要出生的孙子相冲，李章才给拴到那里。他家不是有个新院子，怎么不拴到他家新院子那里？人还没住进去，牛怎么能住进去？正说着李家的事，外面苗氏来敲门了。草在不在啊？苗氏现在对甘草很客气。婶有啥事儿？有点小事儿，你和我过去一趟，
家里忙着呢，小事儿早就不过去了。也有点严重。草儿一个丫头，能处理什么严重的事儿？苗氏一听柳氏这样说，开始抹泪。哎呦，婶儿啊，这事还真得草儿过去。我们家为了给老头子和来喜看病，在孙大夫那里花了100两银子，有些还是赊账。如今我家男人差点出事儿，那孙大夫还带人来要账，要是不给，就把我们那新宅子给收了。我们想让草儿给出面，说他的药没用，看看能不能省点银子。别说我说话难听，来喜出事儿的时候，草儿是不是说过不用花那么多钱？是。后来你男人出事儿，草儿给他写了方子，他不吃啊，还去找那个孙大夫，命都差点搭进去。是我们家糊涂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家草儿也没办法，那是你们已经欠下的银子，这是欠账还钱的事儿了。可是那药真的没用啊！苗氏哀求地看着甘草，这事儿我真管不了。你们欠他多少钱？30两。我们的宅子可是100两啊！这种事情啊，别人真的干涉不了。你们还是想想办法把宅院卖了，多少能留点钱在手里。既然你们认为那孙大夫是一个骗子，开的药没用，为何不先闹到他医馆？少出馊主意。那孙大夫是五花镇的地主，养了一群打手。柳氏看着甘草，甘草没想到还有这样关系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李正是村里的能人，他都没办法，别人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苗氏失望地离开，柳氏立马把大门给关了。奶奶让我争，为何不让我管这件事？奶奶不阻止你救人，但是这种欠债还钱的事儿，你拿什么管？还有，别动买李家房子的心思啊！为什么？甘草不解，那孙大夫这么闹起来，是真的要那30两吗？他就是想要那宅院。那是肯定。30两有那么大一个宅院底，反手起码是50、60两，这就是捡钱。他好歹是个李正，在村里说一声，还怕一个孙大夫不成？他是大夫呀，别人指着他救命呢。我也是大夫，他们为什么那样对我？甘草觉得不公平。等你成了这一代的神医，就没人敢招惹你。对了，奶奶，看病那么花钱吗？生死攸关，你说花钱不花钱？你知道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女大夫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女人没资格看病。其实啊，在大城池里有女大夫，京城啊也有女医馆，他们也只给权贵女眷看病。这种乡野地方的女子命还没有一副要贵，你觉得有多少人会给女人看病花钱啊？甘草听他奶奶这样说，背上冰凉。不吓唬你了，你有这本事就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晚上家里人回来，说起李宝和李正家的事。现在咱们这半边村的人呢，宁愿多走几步路去排队挑水去，都不愿意在这口井里头挑水了。幸好宋氏没死成，不然冤魂在那里，谁还敢去啊？甘云点头，甘草默默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我明天带草儿去镇上一趟，明天云儿留在家里做饭。柳氏看甘草低头不语，甘云看了甘草一眼。以前他们一家一年也就去镇上3、5次，更不要说女子能去。这才多长时间，草儿就又要去镇上了。草儿，奶奶明天带你去镇上做什么？奶奶没说。这几天忙，大嫂的山楂糕都不卖了，为什么要去镇上？我也不知道。甘草被他三姐这样一问，也觉得奇怪。三姐也想去？我才不想去。
既然奶奶要去，肯定有什么事儿吧？甘草猜测。甘云想想也是，奶奶向来能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所以家里即便是农忙也是有条不紊。一大早，柳氏就带着甘草出门了，又包了于老头的车。你们上次把我留在镇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说我们中午出来找你没找到，只好走着回来。谁想你们卖东西能那么快？今天你好好等着了，不然去的钱我都不给你。行。你家是有什么东西？3天2头往镇上去。闲着没事儿，磨驴蹄呢。李家的事儿你听说了没？欠人银子让人找上门讨债的事儿。可不是嘛，那孙大夫是随便一个人能请得起的。听说家里好几房婆娘，不都是靠坑病人养的？李家不会真把那宅院抵给他们了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听说降价了，现在50两就能买了。我要是有50两，我肯定不买。为什么？你去问问，只要是秋水寨的人，谁会买啊？买了那宅院，就是和李家结下仇了。对呀，李家着急卖，有人买，不是解了李家的燃眉之急吗？你这丫头不懂了吧？别人的地方的人买，那是解了李家的燃眉之急，但是咱们秋水寨的人买就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李家是秋水寨的大户，李章又是秋水寨的李正，那宅院让他得意了那么长时间，谁买不是让他难堪吗？所以就是说，李正宁愿抵给孙大夫，也不想咱们村的人买。咱们村要是有人买得起，为什么不借银子给他？要对他们家趁火打劫？树甘草不太能理解，这就是乡村版的宁与友邦，不与家奴。他们快到五华镇的时候，遇到了一辆马车对面而行，于老头趁着岔口给让了一下。马车很气派呀。于老头羡慕地看了一眼，甘草也没在意，那马车和他又没关系。到了五华镇，柳氏带着甘草去兑了一些铜钱。奶奶认识镇上的人？甘草意外，以前卖蚕茧的时候经常来，认识几个。镇上虽然繁华，但是住的宅院却拘谨得很，不似村子里那么开阔。一会儿叫金奶奶。甘草算是明白了，他奶奶今天带他是来见故人的。柳氏敲门，一个比甘草大2岁的少年开门。孟明辉一眼就看到甘草。明辉，你奶奶可在家？刘奶奶好，里面请。甘草跟着他奶奶一起进去。金氏听到动静，已经从屋子里出来。哎呦，你这个老婆子总算舍得来看我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你经常去看我一样。老了，腿脚不方便了，越是想找个人说说话的时候，越是出不了门。哟，这是你孙女儿吧？这是我的小孙女草儿。草儿，见过金奶奶。金奶奶好。哎呦，这丫头长得真水灵。金氏上下打量了一下甘草。快过来坐吧，给你带点零嘴。明辉，你去买点菜回来，今天我和你刘奶奶好好吃一顿。是。草儿，你不是天天惦记着逛街，也出去逛逛，跟着你明辉哥也不怕走丢。好。金氏听到柳氏这样说，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柳氏。2个年轻人出门，2个老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你看我家草儿怎么样？是个好姑娘。不瞒你说，我这次来啊，就是为我家这2个丫头来的。2个丫头？金氏不解。你们家不是只剩下这1个丫头了？
三丫头和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发生了什么就不能说和说和？草儿知道她三姐在陈家受了委屈，胡闹着想把她姐夫给骗走，结果出了一点意外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天她婆婆当着我们的面打三丫头，还把三丫头给打流产了，命都差点搭进去。哎呦，这事怎么能忍？那陈家也太过分了。也是我们这些长辈疏忽了，不知道云丫头竟然那么苦。因为这个事儿，草丫头的名声也不好了。哦，你是想让我给2个丫头留意一下？草丫头如今也长大了，还会点医术，你看着给她找个人家，你找的我放心。你也知道我好多年不做媒了，如今镇上最好的媒婆是严三尺，他那里有不少好人家。我这突然给你找，怕也找不到合适的。你说你不是最好的，却是我最放心的，都是自家丫头，自然要找个放心的才是。说的也是，那我回头仔细找找。甘草和孟明辉已经到集市上，不到赶集的时候，五华镇也并不热闹。哎，干妹妹，想逛什么呀？甘草想也没什么好逛的，直接去买菜吧，不能让奶奶等时间长了。行，我们这边呢，去菜市刚好经过五华镇最热闹的一条街，干妹妹看看想逛什么？他正无趣地走着，突然看到前面草席上坐着一个人。宋氏。甘草不可思议地快速走过去。宋嫂子，还真是你！你这是……你李宝，不会是想把自己老婆给卖了吧？李宝，你还算个人吗？是他自己让我把他卖了的。干妹妹，这是人家的家事儿，我们还是……彩儿，你不用管了，的确是我让他把我卖了。宋氏看甘草那生气的样子，你不用再为了我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什么叫我为你坏了自己的名声？你让他卖你，他就把你卖了；你让他好好干活，努力赚钱养家糊口，他怎么不听？这关你什么事？你说这关我什么事？我们秋水寨的日子好歹能过得下去。若是被人知道秋水寨的男人卖媳妇儿，谁还敢把女儿嫁到秋水寨？你这是让秋水寨的男人娶不上媳妇儿。你少在这里吓人！不管谁说起来，都是他自己愿意的。那你都不想想，宋嫂子为什么甘愿被你卖了，都不愿意跟你过了？你再说一句。甘草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沈铎又是那风骚的姿态，一副开屏走天涯的样子。今天想买什么？那得看甘草姑娘今天卖什么。甘草眼珠子转了一下，走到宋氏一边。人？沈铎被呛得咳嗽起来。宋嫂子，多少钱？3两。宋氏立马说。沈公子，成交。甘草根本不给沈铎说话的机会。沈铎很想说，但是不知道说什么。谁说3两了？李宝这个时候反应过来。我说的，你当初用3两嫁妆把我娶回你家，那3两我报了父母恩，这些年我在你们李家做牛做马，就算利息，今天还你这3两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你是不想活了是吧？李宝说着又要打宋氏。宋氏没有回避，不过李宝的拳头被卢超拦住了。沈铎叹气，哎，谁让他这么善良呢？看不得人间疾苦。行，3两。卢超，你带他去找伢子过一下文书。是，我没说3两，我的婆娘，我说不卖你们就不能买。李宝叫了起来。卢超抽出自己的剑，寒光一闪，照得李宝一个哆嗦。卖不卖？卖！卢超带着李宝和宋氏离开，沈铎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多谢沈公子了，沈公子真是人帅心善，救苦救难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
那你什么打算？我什么打算？甘草想，为什么又扯到他身上了？我这2天就要回去了，你真不打算和我走啊？不，甘草拒绝得很干脆。我1个月给你20两。沈铎知道甘草喜欢钱，一边的孟明辉瞪大了眼睛。1个月20两，这是什么人家呀？你们这些富贵人家，不要说1个月20两工钱，就是1掷千金，皱眉也不皱一下。但是女子所行，必随我心。沈公子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那行吧，等你赚了大钱，也会1掷千金。承你吉言，就此别过。他说完就走。孟明辉也慌忙行礼，跟着甘草就走。沈铎本来没有留意到孟明辉，看到他跟在甘草后面，才反应过来。哎，那男的是谁啊？属下去查。一个侍卫行礼。不用了。沈铎想，他这次和甘草分别，可能是再也不会相见了。那沈公子得是什么来历啊？不知道。哎，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之前我捡了几条蛇，他买了。就这？甘草想，他和沈铎的确是这样认识的。你竟然敢抓蛇呀？捡的。接下来2个人也没说什么话，买了菜就回去了。卢超带着宋氏找了伢子过了文书，带着宋氏回到他们住处。公子，怎么处理？卢超回来复命。沈铎也头大。你会做什么？做饭、挑水、劈柴、耕地、浆洗、缝补，我都会。会种花吗？会。那就带回去吧。柳氏在孟家吃了午饭，也不多待，就带着甘草离开。刘奶奶和干妹妹慢走啊，有空多来坐坐。行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们俩出去买菜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事。甘草担心他奶奶说他。老实说，就是遇到李宝在卖宋嫂子，我生气和他吵了2句，然后遇到了沈铎，就让沈铎把宋嫂子买了。这还是没事儿。你详细和我说说，不要有隐瞒。就是甘草只好详细的给说了一下。你和李宝吵架有些不对，但是你说的没错。如今宋氏跟着沈公子，最起码比跟着李宝好一点，他也算是自己想开了。只是你用3两银子逼着李宝把宋氏给卖了，回村少不了一顿吵架呢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李宝那样的人不能让他占了便宜。罢了，吵就吵吧。奶奶不生气啦？你都把事情给做了，我生什么气呀？李姓是秋水寨的大姓，是经常欺负别姓人，如今让他们吃点亏也没什么。柳氏已经开始想怎么吵架了。还是奶奶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觉得那个孟明辉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柳氏不知道甘草为什么会讨厌孟明辉。孟家虽然人丁单薄，但是金氏是个人精，倒是不会吃亏。今天我帮宋嫂子说话的时候，她一言不发，那样子觉得李宝是对的，反倒是我错了。甘草有些生气。孟明辉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人，他不会生一个陌生人的气。但是他奶奶这样问了，估计是打算撮合他和孟明辉。2个人说着打算去置办点东西，不然浪费牛车的钱。那边孟明辉也转身回家。你给我进来。金氏脸色有些不好看。孟明辉跟着他奶奶进了堂屋。你是不是看上甘家那丫头了？奶奶看出来了。你最好打消这个心思。金氏直接说。为什么？奶奶不是说干妹妹挺好的吗？我和柳氏认识这么多年，她向来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。和她做事可以，过日子不行。
如今他这么看重这个孙女儿，估计是这个孙女儿让他很满意，也就是和他的性子差不多。奶奶说的这个也不是确定的事儿啊。你本来对他也不怎么上心，怎么一起出去了一趟就这么上心了？奶奶可知道咱们镇上来的那个贵人？金氏点头。干妹妹和那个人很熟的，说是能走干妹妹的关系，说不定能在她身边谋个差事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卖老婆的，好像和干妹妹是一个村的。干妹妹让那公子买，那公子直接就买了。金氏思索起来。奶奶，那沈公子可是要离开镇上的，如果说的晚了，可能什么都没有了。行，那我先去打听一下那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顺便去甘家探探口风。奶奶，你可要快点啊！你急什么？你先前怎么不和我说？人家现在前脚走，难不成让我后脚给追回来啊？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您不是急着抱孙子吗？金氏是真没看上甘草，那丫头一看就不是一个好拿捏的。再说有柳氏给她撑腰，也不能拿捏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于老头看到有热闹，就吆喝着问：李正家的院子卖出去了，请了匠人收拾呢。这么快就卖出去了？可不是嘛。杨秋生也意外。刘婶儿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。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就是他让我3两银子就把我媳妇给卖了。刘婶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怎么能让李宝卖媳妇呢？可不是嘛，3两银子说出去都丢了我们秋水寨的人。自家的事还说不清楚，就管别人家的事，你们甘家一定要给个说法。众人对着柳氏指指点点。我们甘家让你把媳妇卖了，李宝，你敢对天发誓吗？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是李宝自己去镇上卖媳妇。我孙女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宋氏头上已经插着草标。至于为什么是3两，那也是为了秋水寨好。全村人谁不知道，就因为那3两彩礼，李宝这么多年不把宋二丫当人看。那3两银子是宋二丫自己说的，是为了还李宝家出的彩礼。回头啊，别的村说起来咱们也有个道理。要是真让他狮子大开口卖个10两8两的，回头别的村要说我们秋水寨娶媳妇儿就是为了卖媳妇儿，谁还敢嫁到我们秋水寨来？胡说八道！李宝急了。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咱们去镇上问问就知道。卖宋二丫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之前来咱们村收蜘蛛的沈公子。人家一个豪门公子什么样的人买不到，要买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。只是看宋二丫可怜，想给她一条出路。众人一听是沈公子买的，顿时就相信了。你们要是无理取闹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要是不相信我说的，咱们可以去找沈公子。李宝，刘婶说的是真的？那也是宋二丫自愿的。你媳妇自愿的，你就要把你媳妇卖了？我们李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东西啊？你还有脸来闹啊？李宝有些理亏了。老嫂子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也是被这小子给骗了。这事儿的确是他不对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他说完就走。这里李兴盼的辈分最高，他这么一走，剩下的人纷纷跟着走。柳氏看向杜氏，这些事情啊，你学着点儿。有些事情男人不好出面，就得女人撑起来，不要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。杜氏低头。她刚嫁过来的时候，她婆婆就这样说她，不过好多年都没说过她了。今天突然又这样说她，她竟然有些愧疚。李宝回家，左想右想，咽不下这口气。要不是甘草，他明明可以拿更多的银子，都是那个甘草坏他的好事。
最后他气呼呼地去李正家里了。说，李宝从外面进来，你还有钱买酒呢？你现在喝这药不能喝酒。那就给叔留着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叔，甘家最近做事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咱们李家对他们家够仁至义尽了，是叔带着村里人为他们家讨公道。可他们家是怎么对付我们李家的？差点耽误来喜的伤不说，让他出面和孙大夫说道，他都不出面。昨天他还当着村里那么多人的面打我。今天要不是他从中作梗，宋氏也不会只卖3两银子。这什么？你把宋氏给卖了？他让我卖的，说反正他生不出孩子，卖些钱我可以娶个更好的。我想也对，他是宁愿被卖都不想和你过了呀。你怎么给卖的？赶紧给赎回来呀！3两银子卖的，钱我已经花了一些了。李宝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李章真想一巴掌把李宝给拍死。你赶紧去把宋氏给赎回来。我没钱。李宝直接说，叔得给我做主啊，要不是甘草我还能多买几箱银子，现在得让甘草赔给我。你还让甘家赔给你？李章左右看了看，拎着一边的撅头把就要打人。说，我还给你送酒了呀。李宝说着就往外跑。哎呀，你不能乱跑！你赶紧出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甘家一趟，这宋家要是不追究就算了，一旦追究起来，九义庄肯定拿这事儿说事儿，都忙成这样了都不消停。行，等一下，把李宝拿的那酒给拎到甘家去。苗氏很快就找到甘家了，把李宝去他们家的事前后说了一遍。都知道李宝不是东西，竟然这么不是东西。草儿跟那沈公子熟，看看能不能让宋氏回来啊。现在不是熟不熟的事儿，是宋二丫愿不愿意回来。那沈公子是什么人啊？一次买半头猪，跟着他的人顿顿吃肉。宋二丫能跟着他吃一口油腥啊，都比跟着李宝好太多了。可这宋家要是找过来要人，咱们怎么办呀？那宋家有什么脸找来要人？宋家当初做那事儿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宋氏毕竟是娶进来的，这事儿真不好办。我们也就是买卖的关系。柳氏为难，可是现在除了你们，我们实在是想不到别人了。为了咱们村，好歹去试试。那我明天带着草去找找那沈公子。不过成不成我不能保证啊，那种公子哥做事儿，咱们穷人拿不准。哎呀，这事儿成不成都要谢谢你。要是成了，我让李宝好好谢谢你们家。甘草在一边听得翻白眼。宋二丫好不容易离开了李宝，难道真的要让他回来？你生什么气？奶奶真的要去找沈铎要人？宋二丫如今已经是沈铎的人了，沈铎放不放不是我们说了算。甘草想了想，恍然，他们拒绝李正肯定不好，但是沈铎可以呀。你和奶奶今天去镇上就是为了阻止李宝卖媳妇？不是，奶奶是去找媒婆给咱们俩说媒。给你说媒就算了，怎么还有我？我觉得奶奶应该趁着自己还有精力把咱俩的事给安排了。娘不擅长这些。听到甘草这样说，甘云觉得有可能。人要往前看，日子要往前过，经历过不好的事情，心里要清楚什么不好，不能因为经历过不好的事情就觉得不敢再去追求美好。你现在说话也是一道一道的。天还没亮，曹氏就起床了。这2天正收庄稼，你二哥还没回来收，爹的意思是让你大哥去问问他。庄稼错过收的时候就要烂地里了，确实应该去叫二哥回来。你三姐昨天又肚子疼了，是
是不是干重活了？可不是嘛，和你大哥抢着干活，说他都不听。你说说他，让他今天不要去地里干活了。哦，甘草想绕了一圈是说这事。昨天买了水壶回来，热水直接灌到水壶里。好。姑嫂2个人配合着做早饭。等天亮的时候，早饭已经做好了。甘家还没吃完早饭，外面就传来急促的拍门声。刘婶儿，刘婶儿！苗氏叫得急切。哎呦，刘婶儿啊，宋家带着旧义庄的人来了，说只要见不到宋氏，以后我们秋水寨的人别想从他们旧义庄过。欺人太甚！我家当家的说，让你和草儿赶紧去镇上，不管怎么说，先把宋氏带回来。现在即便把宋二丫带回来，也改变不了我们秋水寨理亏的事实。那怎么办？苗氏着急。旧义庄的人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要不怎么说李宝做事混呢？旧义庄离五华镇近，李宝插着草标卖宋氏，被旧义庄的人撞见了。听说他们昨天已经去了镇上一次，要不是李宝回来的早，肯定被堵个正着。这件事儿，咱们秋水寨不怕他们。啊！苗氏懵了。走，我和你去。柳氏说着就走。苗氏也不知道柳氏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柳氏愿意过去就行。柳氏一走，甘家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。云儿，你们留在家里看家。甘草想，意思是他可以跟着去看。等到李宝家门口的时候，甘草又见到了自己刚穿越过来时的画面。旧义庄的李正、郭八站在前面和李章对峙，一边是宋二丫的爹娘宋富贵和江氏。哎，刘婶来了，宋氏的事情刘婶最清楚了。你们是来讲道理的，还是来把人打死的？郭八也认识柳氏，他比柳氏小一些，那个时候总见他去镇上。自然是来讲道理的。你们秋水寨把我们旧义庄家出来的闺女卖了。讲道理，我们就好好讲道理。谁不知道宋家是把宋二丫卖到李宝家的？你胡说，他们是请了媒人的，正儿八经的娶过来的。你这个恶毒后娘，就不要在这里说话了。谁家嫁闺女要那么的彩礼，回头一点嫁妆没有，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自己走到夫家的。旧义庄人的脸上有些不好看。宋家当年这件事办得实在丢人，但是别人也不能说什么，那是别人家嫁女儿。不管怎么说，宋二丫是嫁，不是卖。郭八咬住这一点，这一点不管柳氏怎么强词夺理都改变不了。那如今宋二丫是自赎自身，也不算李宝给卖了。你这是胡说八道。宋二丫好歹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可能只卖3两银子？她不过是当年用3两银子报了父母恩，如今又用3两银子了结了和李家的孽缘。我们村李宝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但是你们村的人就做得对了吗？3两银子，只卖了3两银子，捉一只蜘蛛还给1两。两边的村民都开始议论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只卖了3两银子？宋富贵叫了起来。去把宋二丫卖身的文书拿过来。李章立马派人去问李宝要文书。这是正规的文书，衙子那里也有一份。郭李正，你看看。郭八看了看，真的只有3两。3两也是他卖我女儿的钱。其实那买宋二丫的人我们见过，如果你们一定要人，咱们就去把人赎回来。只是这样一闹啊，李宝势必要和宋二丫和离，和离带嫁妆还彩礼，这是规矩。郭八看向宋富贵，宋富贵低头。咱们2个村挨着，还有不少的姻亲，总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坏了2个村的关系。
总的要说出个都能接受的条件来。我们商量商量。郭巴拎着宋富贵去一边。宋富贵去家哭闹的时候，并没有说宋二丫只卖了3两。这个数额和当年宋家敲李宝家的彩礼是一样的，让他不知道怎么说。柳氏很有耐心地等他们商量。没过多长时间，郭巴带着宋富贵过来了。这件事我们村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李宝卖我们村嫁出去的姑娘就是不对，他得把钱拿回来。1两。柳氏没得商量地说。什么？郭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钱只给1两，宋家也就宋二丫一个亲人，就当是养老的钱。他爹又不止他一个孩子，给1两已经不少了。不行，那就按照之前的，我们去把宋二丫赎回来，你们还3两彩礼，咱们也各自安好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我不活了，我要死在你们秋水寨！郭巴看到江氏这样，觉得有些丢人。2两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柳氏看向李正，最后还得是李正点头。李章想，这事能这样过去也行。让李宝拿银子。几个人去李宝家，让李宝把银子拿出来。很快，院子里传出叫骂声。拿李宝的钱就是要李宝的命，他怎么可能好好给钱？告诉李宝，他要是不把钱给拿出来，就让九义庄的人自己去拿，到时候了打砸了他的东西也是活该。李章气恼地说，给他惹这么大的事，自己还不愿意了，真应该让他被旧义庄的人给打死。李章这样说了，李宝还是不给钱。他想，他是李家人，李章不会真的不管他。让路！院子里一阵打砸声，还有李宝的求饶声。最后，旧义庄的人拿到银子了，这才从李宝家出来。打扰了，也是我没看好这兔崽子。不做理政，不知道做理政的难。谁村里没有几个不听话的？今天这不合适，回头我们坐一起喝上2杯。好，好，等你搬新院子了，我一定来。家里出了一点事儿，院子已经卖了。郭巴不好意思的讪笑。没事儿，等我孙子满月酒了，你可一定要来喝呀。一定一定。今天这事儿啊，多亏了刘婶了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是，那都回去忙去吧，现在都挺忙的。李伯，啊？今天咱们村怎么就来这么一点人？说到这个呀，刚好要找你。村里正忙着呢，不少人都上吐下泻的下不了床了。听说你能治，你想想办法呗。先前我就给他们说了，让他们去卖一些药草。不过最主要的是，牛粪距离水井太近了，前几天下雨雨水渗到井里，村民又喝了井水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样啊？李章想，这又是他的问题了。这样，你写一下药方，他们谁愿意出钱买，我派人去镇上买回来。好，最好是把牛换个地方，井水淘一下再用，以后喝水要喝煮开的水，喝过药之后煮点大蒜水喝几天。好。李章点头。说完这些，柳氏带着甘草回家。我觉得李正也没有那么可恶。你这丫头，看一个人不是坏人就是好人。不是。甘草摇头。你放心，回头要是又遇到和你有关的事情，他还会为难你。上午，甘荣去旧义庄找甘茂，刚到林家门口，就看到甘茂拎着羊肉汤从外面回来。大哥，我刚去镇上买的羊肉汤，回家喝一碗。先前分给你那些庄稼都要收了，你们2个什么时候回去收啊？
我正要和大哥说这个事儿呢。你看我现在连个房子都没有，收了也没有地方放，不如折价卖给大哥。你这是不打算过日子了？连自己的庄稼都不回去收了？我这不是没时间吗？猫儿在外面和谁说话呢？林氏说着从家里出来。哟，大哥这是闻着味儿找来了，家里那么多肉，我们可没拿。别这样和大哥说话。那我怎么和他说话？这都分家了，他还追到这儿来，谁知道他想干嘛？是爹让我来跟你说一声，家里还忙着呢，我先回去了。是，大哥。甘茂不好意思地叫了起来。叫什么叫啊？我娘他们都饿了，还不快进来？中午的时候家里说这件事，甘泉的脸一直阴沉着。那就去看看，把他的粮食折价买了，种了1年，不能浪费在地里。甘荣闷声应了一声。算了，这事儿我走一趟。下午，柳氏去找了李章，两个人雇了于老头的马车去林家，把粮食折价，这事办了。两个人回村的时候，看到河边几个妇人在撕扯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李正，你给评评理，甘家这儿媳妇翻天了，敢和我动手？一听是甘家的儿媳妇，柳氏转身看了过去。都忙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能吵架呢？咋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柳氏走到曹氏一边。奶奶，他说咱家草儿嫁不出去，给他当儿媳他都嫌磕碜。你说的？哼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们甘家说甘草是为了他姐姐，那谁不知道他就是勾搭自己姐夫，还把自己姐姐闹和离了。草儿做了让人误会的事儿，被人构陷也是正常。只是你动手打我村媳妇不行。那你想怎么样吧？既然这件事儿是因为草儿而起，那就让草儿来解决。哼，他能解决什么？蒋氏嘲讽。若我家草儿能嫁个好人家，你就跪在马车下面，给我家草儿当上车凳。哎呦，别说上车凳，只要有人愿意明媒正娶你家草，我那天就跪在你家门口1天。好。柳氏点头。李正作证。柳氏看向李章。哎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要是你家的草一直嫁不出去呢，成了老姑娘，那就去我家给我儿子当小妾。他话音刚落，柳氏一巴掌就抽了过去，抽的蒋氏有点眼花。蒋氏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收拾东西回家。好。柳氏带着曹氏离开，后面的人议论起来。哎，你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不过香春是把甘家老太太得罪死了。甘家也不是什么大户，吓唬谁呀？一直到家，柳氏都一言不发。奶奶，大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事。甘草怎么觉得他奶奶和大嫂都怪怪的？金氏以前做媒认识不少人，稍微打听了一下就知道甘草的情况了。甘草那丫头，你是想都不用想了。孟明辉也知道没戏了，心里有些失望。不过找差事的事你放心，我这老脸在甘家还有几分薄面，去跟你说说。那我陪奶奶一起去。你是想去见甘家那丫头吧？你就在家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哎，好。孟明辉点头。甘草还是知道他大嫂在河边因为他和别人吵架的事了，因为曹氏和蒋氏吵架的事，甘草又只能在家里。在想你大嫂的事儿。我没想到，因为我家里人在村里这么被动。不用想这件事儿，每个村里还没几个长舌妇啊，再简单的事情到他们嘴里都能拐个18个弯的。那我嫁不出去怎么办？两个人能在一起就是缘分，
缘分没到，青梅竹马也分道扬镳；缘分到了，千山万水也阻隔不了。还有心思。柳氏看甘草不说话。我这个年纪有心思很正常吗？哎呀，我这刚到门口就听到你们祖孙笑得开心。哎呦，老妹子怎么来了？快快快！草儿，赶紧去准备点茶水。甘草起身去厨房准备茶水。今天我是有事求到你这里来了。咱们之间什么求不求的，快说。柳氏想，今世求他的事，估计不是简单的事。听明辉说，你们认识那个沈公子啊？哪个沈公子？柳氏想，今世求他的事和沈公子有关。就是最近在镇上的那个，明辉和草儿去买药的时候遇到了，还很熟络的样子。哦，柳氏恍然地笑了起来。他们算什么熟络呀？就是前段时间草儿在外面捡了几条蛇去卖，刚好被那沈公子买了，算是见过。可明辉不是这样说的。那沈公子就是个纨绔公子，喜欢逗草儿，草儿逼他还来不及呢。那件事儿呀，草和我说了，那妇人是我们一个村的，草儿看到可怜，就硬着头皮让沈公子把人给买了。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。明辉也是读过书的，镇上也没什么合适差事，就想着跟着沈公子谋个差事。你看看什么时候带着草给引荐一下。草的亲事你就放心吧，草那么漂亮又那么乖巧，我一定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家。今世开始和柳氏谈条件。柳氏想，这个条件是不错。这是甘家吗？严三池在门口叫了起来。你是谁？我叫严三池，是来甘家给甘草姑娘说媒的。这严三池当的媒可都是顶好的，谁家看上甘草了？是谁让你来说的？就是你们村的林公子。我们村的林公子？柳氏狐疑起来。我们没有姓林的呀。不会错，就在村口那宅院。严三池打量着甘草，觉得这就是他要提亲的姑娘。你里面请。甘草转身进厨房，偷偷得意起来。林寒2天没消息，原来是去搞大事了。哎呦，金婆婆也在啊。既然都是熟人，就透个底吧。咱们这个行当，彩礼是男方的态度和实力，就这彩礼放在五华镇都能数得上。再说你们是一个村的，来回也有个照应。这结亲讲究一个门当户对，严大没提这亲有点重啊。柳氏看向甘草，你的亲事你怎么看？嫁，而且距离咱家还近。老太太，我就给你交个底吧。那人原本也是读书人，家中富庶，可惜家道中落，就流落到咱们这里了。到了这里就不想走了。严三尺说的头头是道，说是原来从村子里过的时候见过甘草姑娘一面，就相中了。我做了这么多的媒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一见钟情的。看看人家置办的东西，足以说明人家对咱家闺女的重视。让我看了日子，担心婚期太赶，还问我要不要给准备嫁衣。这样的夫婿哪里找去啊？而且人家还说了，8抬大轿，沿路响器，请你们秋水寨全村人吃席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把草儿的爹娘叫回来商量商量，你看行吗？行，当然行了。谁家有这么一个宝贝要嫁，不谨慎一点儿？那你先坐。金婆婆，你也是来给草说亲的？这真是一家有女千家求，能遇到像草这么好的姑娘不容易。严大梅真会说笑。
这是我姐妹来找我玩的。还真是凑巧啊。严三尺以为金氏是来为他孙子提亲的。那我那事儿，这家里实在是太忙，等忙完了，我亲自去镇上找你。行，你们忙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偷偷的把自己气得头晕了，这一起身，一个晃悠，差点摔倒。草儿，你快来看看你金奶奶。甘草立马过来，找了一把椅子给金氏坐着，然后给把脉。甘草拿出银针扎了几针，金氏慢慢缓过气来了。你哪来的银针？一个外乡公子给的，我看他倒在地上，就扶了他一把，给他写了个药方。他说这银针他也没用，就给我了。哎呦，你说那外乡公子不会就是凌公子吧？这还真是缘分。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我以为这不是什么事。奶奶给金奶奶写个药方。柳氏看了甘草一眼，转身去拿纸笔。金奶奶，这药方你拿着，一副药早晚煎一次，水开了喝汤就行。以后若是有同样的不舒服，就再喝3天。要是别的情况，你再来找我就行。草，这嫁人可是大事，一定要找个知根知底的。今天我来，就是你明辉哥哥对你心心念念的，我还想着让你们多接触接触。严三尺一听这话就不开心了。金婆婆，提亲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？我这带着彩礼来的，诚意十足。你是来空手套白狼了？哎呦，凭我们金家和甘家的交情，这点彩礼算什么？你说算什么？就是你们金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卖了，也置办不出来这些彩礼。嫁人要看嫁的人家，彩礼算什么？那你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人家？别的不说，金婆婆，你快把镇上的女子相个遍了吧，还小想崔大地主家的女儿，也不看看你孙儿配吗？读书不成，不愿意学手艺，天天靠着你赚的钱在大街上打趣小姑娘，别人都叫她流氓。严三尺这话说的多少有些仇怨了。甘草想，林寒给了严三尺多少钱，让严三尺这么拼命？草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为了赚媒人钱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甘草姑娘，我说这话有一句算一句，你去打听打听。咱们的交情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金奶奶，我刚给你行针，你不能太用力，太用力的话容易脱力。金婆婆不是要走吗？我坐了马车来，让车夫先把你送回去。对对对。柳氏点头。赶紧去抓药，要不是你今天晕倒，我都不知道你病了。马车刚走，曹氏就回来了。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。曹，你先进去招呼一下严大梅。甘草歪头，怎么觉得他奶奶这是要把他支开？大嫂回来了也一起进来吗？你先回去。我们就回去等着。怎么样？李征家那房子的确是被一个叫林寒的买了，我刚才去看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看着英武不凡。他买李征院子的时候，李征见过他没？觉得那人怎么样？李征家那房子的确是被一个叫林寒的买了，我刚才去看了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看着英武不凡。他买李征院子的时候，李征见过他没？觉得那人怎么样？林寒找了中间人严三尺买的，奶奶就放心吧。严三尺在镇上名声极好，他愿意出面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曹氏保证。柳氏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行。没过多久，杜氏和甘泉他们都回来了，看到严三尺带来的彩礼都很震惊。草儿愿一家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们总得去打听打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吧。我见过。你什么时候见的？原本我也不知道是他，就是之前他晕倒在我们村路边，我帮他看病，他还送了我银针。我觉得人挺好的，最起码知道知恩图报。这样说不错呀，而且就我们村儿，回头草儿要是受气了，我去给他撑腰去。离咱们近是好，
可是就一个人，他担心林家人丁单薄会被人欺负。只要人好就行。柳氏倒不是很在意这个，这也是好事，省得遇到恶婆婆，过去就能自己当家了。要是在村里有什么事，不是还有我们吗？既然这样，那这亲事就定下来。就是，甘荣为难。人家给了这么多彩礼了，我们家得出多少陪嫁呀？这事儿我已经想过了，咱家的确出不起这么多的陪嫁。况且李家那宅院什么都是新的，家具也不需要咱们家出，就把村头那2亩地陪嫁给甘草。不用，甘草直接拒绝。我不怎么会种地，那林公子大户人家出身，也不会种地，放我们手里租出去，还不如给家里种。草儿，这方面呀不能太懂事儿，有些东西傍身，别人不敢看不起你。娘说的对，毕竟人家给了那么多的彩礼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决定了这件事，柳氏和杜氏出去和严三尺合了八字，就准备选时间。这2个八字还真是天作之合，就是婚期有点近。什么时候？半个月后。行，那就半个月后，刚好农忙也忙完了。柳氏不在意。送走了严三尺，甘家人坐在屋子里看着甘草的嫁妆。不如我们给分了。众人看向甘草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主动分自己彩礼的。这几天家里的人都做一套新衣服，到时候草出嫁的时候穿上，文房4宝就留下，给你4哥用，剩下的我们再给添点当草的嫁妆。这首饰也一人挑选2件。甘草提议。带那些做什么？什么时候掉了又要哭半天。逢年过节不下地的时候戴嘛。那你们就挑2件吧。这几天家里女眷都不用去干活了，人手不够就请几天短工，把草的嫁妆赶出来。好。众人纷纷应了。吃过晚饭，甘草就在院子里转悠，还时不时地看着门口。柳氏看甘草许久了，想出去。我就是想去看看，是不是我救的那个林公子。女子嫁人之前，不能和对方见面的。我偷偷的看看。偷偷的也不行。甘草想，林寒体内的毒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快回去睡觉。公子，东西收拾好了，我们明天就要走了。你说我们走了，是不是要给甘草姑娘打个招呼啊？公子为什么要问我？第2天一早，沈铎就骑马去秋水寨。好像是沈公子来了。你在家里待着。甘老夫人，甘草姑娘在家吗？你找我家草干嘛？我家草过几天就要嫁人了。嫁人？沈铎听到柳氏这样说，心揪了一下。对呀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家草嫁人多正常。今天来的时候不知道甘草姑娘要成亲，也没买什么礼物。他说着，从袖子里掏出2张银票。聊表心意，恭贺欣喜。那就多谢沈公子了，只是他现在不方便见外男。可以理解。沈铎行礼，转身离开。他也没多看，把银票收了起来，转身回去了。草儿，你进来。杜氏安慰地看了甘草一眼，以为他娘要训斥甘草。甘草倒没什么感觉，跟着他奶奶进屋了。沈公子给你的贺礼，你若是要，这些本应该都是你的。我还年轻，还会医术，赚钱比家人容易，这些钱就留在家里吧。可是拿后辈这钱总是有些不合适，这些呀，你拿着傍身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我留一半，咱们家现在也不缺钱。这个时候，曹氏也到旧义庄了。
在门外就听林家人的嬉闹，于是上前敲了敲门。哎，谁啊？林成双不耐烦地应了一声去开门。你大姐在家吗？林成双打量了一下曹氏，